自从我下了车，那卖糖葫芦的大叔就一直咧着嘴笑。芊芊，你回来了。那诡异的眼神让我不寒而栗，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已经10几年没回来了，这里的一切还是那么熟悉。我回来啦。怎么没人接我呢？好香呢，做什么好吃的啦？家里怎么没人呢？这是什么？欢迎回家。如果是一个人在家，请遵守以下规则：1. 千万别离开家，因为他不想让你离开。2. 柜子是安全的，一定要躲起来。3. 不要轻易打开信封，危险的时候他可以救你一命。4. 别被他捉到，因为他不是人。5. 如果听到有人喊你的名字，千万别回答。我看着眼前的规则感到有些奇怪，可这时屋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谁？你谁啊？芊芊，难道就像这个规则上说的？嘶哑诡异的声音还在叫着我的名字。对了，规则上说柜子是安全的，我是不是应该躲进柜子里？我急忙跑进了屋里，可眼前的一幕却让我愣在了原地。这是什么？被子下面好像躺了一个人。我尽力不发出任何声音，一点一点地靠近柜子。为什么镜子里看不到我自己？这太奇怪了。我赶忙躲进了柜子里，仔细听着屋内的声音。这时一阵拖沓的脚步声响起，那个人要进来了。他在干嘛？难道他真的在找我？藏好了吗？现在可要抓你了。会不会在这里？那声音一直围着我徘徊，转来转去的。我该怎么办？因为规则里说他根本不是人。有没有可能在这里？原来不在这里。我仔细地听着他的动向，他好像走远了。可他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找我？直到他脚步声消失，我才从柜子里出来。这时我才发现床上竟然躺着一个巨大的草人，眼前的一切实在是太诡异了。这是什么？规则里说的信封就是这个吗？可为什么不让打开？算了，等逃出这里再看吧。趁他还没注意，我得赶紧离开这里，而现在就是逃跑的好机会。然而就在我即将逃出去时，找到你了，芊芊，找到你了。怎么办？对了，那个信封果然有用，他的动作停下来了。我已经打开信封，可为什么他还不放手？难道是因为规则？那我怎么才能离开这里？我拼命的想要挣脱，可没有丝毫办法。他到底要干什么？芊芊，你又要走吗？还在生爷爷的气呢。爷爷，这声音是爷爷。好久没回家，我都听不出来了。芊芊，吃个鸡蛋。藏好了吗？现在可要抓你了。原来不在这里。爷爷，你真笨，这都没看见。芊芊，咱们下次买好不好呀？哼，不理你了。对不起，爷爷，我回来晚了。爷爷。爷爷走了，我再也没有机会跟他道歉了。我颤抖地打开爷爷给我留下的信封，远处再次传来了熟悉的叫卖声。冰糖葫芦，3元一串，3元一串。我根本不敢想那晚的猫叫身后到底藏着什么。我住在公司附近的一间老式公寓里，房子的设施比较陈旧，而且面积也不大。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加完班回到家，正在我掏出钥匙准备开门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一声奇怪的响动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谁？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，然而回答我的却是一片寂静，因为我住在公寓的顶层，再多上半层楼就是这座公寓的天台了，上面堆着很多杂物，按理说应该不会有人在那里，可这声音显然是从上面传过来的，映着昏暗的灯光，我朝天台走了过去。当我靠近时，突然看到2颗幽蓝色的珠子在黑暗中晃动，我吓得差点喊出来，可下一秒，一个毛茸茸的小家伙伴随着喵呜的叫声走了出来。原来是一只小猫咪，看到是它，我整个人放松起来。我打小就很喜欢猫，对于小猫更是没有抵抗力，索性我就从包里掏出了零食喂给了它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只要我听见天台有猫叫声，我都会带一些水和食物去找它，这仿佛成为了我俩之间的一种默契。可直到一天晚上，我加班刚回到家，大概是晚上10点多吧，又听到了隔壁天台上传来了一阵猫叫声，我便和往常一样，拿起食物和水准备去天台找它玩。然而就在我一边端着水一边往楼上走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好像不太对劲，猛地停下了脚步，站在台阶上仔细听着。听着猫叫声，我心头一紧。凭我多年的养猫经验判断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猫叫声，这猫叫声的频率一模一样，没有丝毫的起伏，就好像是有人在可以模仿着猫叫的声音，想要吸引我过去。我的冷汗直流，尽力克制住自己微微发抖的身体，小心翼翼地往后退去。就在我关上门的那一刻，我腿软地蹲在了地上。天台上的猫叫声一直没有停止，它连着叫了几声后还会停顿片刻，就好像在判断楼道这边的动静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收拾好行李搬走了，但我永远记得自己从楼梯退回来时听到的那几声猫叫，感觉已经模仿的有些懈怠或是不耐烦了。而这个学猫叫的人很可能已经观察我一段时间了，知道我去天台喂猫，知道我是独居，甚至知道我晚上回家的时间。记市昨夜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，目前凶手在逃中。我颤抖着拿起手机想要报警，男人淡定地说：我劝你不要报警，因为在他们来之前你已经没命了。清早我被一阵敲门声吵醒，男友正站在门外，他似乎有些疲惫，头发凌乱。他表明想在我这里暂住几天，我满脸惊讶他突如其来的想法，因为我们也刚认识不久。我和他是在餐厅里认识的，也是他主动来添加我的联系方式，经过几日的相处后才刚确认了关系。我没有直接拒绝他的请求，微微抿了抿唇，还是让他先进了屋子。我倒了杯水递给他，询问起他为什么突然要在我家暂住，可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，眼神中仿佛隐藏着很重的心思，随后挤出了一个尴尬的笑容。遇到点麻烦。他的话中略带些无奈，还没等我继续追问，他低沉的话语再次响起：我饿了，有什么吃的吗？我愣怔了一下，平常我根本也不做饭，家里并没有余粮。那你等着，我点个外卖好了。我抓起了手机，扭头冲他挤出一个笑容来掩饰尴尬。下完单后，我望向了男友，又尝试着想继续刚才的话题，可他一直低着头，不停地摆弄着手机，气氛压抑的让我浑身不自在。我打开了电视，想着放点声音缓解一下，恰巧电视里正播放实况新闻。是昨夜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，目前凶手在逃中，伤者已送到医院抢救。各位居民如遇到有用线索，请马上通知。猛然间，我的瞳孔收缩，2只手不停地颤抖。男友的照片赫然出现在电视上，一瞬间我大脑宕机，眼神不自觉地瞥向了男友，而坐在沙发上的他不知何时已经抬起了头，全程淡定地看着电视中的画面。我捏紧了手机，下意识地想要报警，可男友的话突然缠绕在我的耳边，让我浑身一哆嗦。我劝你不要报警，因为在他们来之前你已经没命了。我害怕地吞了吞口水，但身体却丝毫不敢动弹，依旧能感受到男友锋利的眼神在死死盯着我，似乎只要我有所举动，他立马会对我下手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门口的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是外卖小哥。我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般匆忙地起身，男友却抢先一步打开房门，面无表情地说了句谢谢。我费力地踮起脚尖，在他身后不停地向外卖小哥使眼色。祝您用餐愉快。外卖小哥转身离开的刹那，我绝望的连眼眶都红了。我僵硬地坐在沙发前吃着饭，心里一直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入口的饭菜也在此时难以下咽，今天的外卖味道很怪，又咸又涩。我下意识皱了皱眉，随即灵机一动，我啪地把筷子拍在茶几上。今天这外卖怎么这么难吃？我一定要给他差评。男友的视线死死盯在我的脸上，似乎想看穿我的意图。我大气都不敢喘，刻意让自己的样子表现得自然一些。接着他也尝了一口外卖，随即皱起了眉头。是挺难吃的，对吧？这种必须给差评。
我装作十分气愤的样子，在他未反应过来前麻利地掏出了手机。男友阴冷的目光一直在我脸上打转，我刻意屏蔽了他的审视，手上不停地摆弄着。陡然间，一股冰冷的气息笼罩着我，转头看去，男友不知何时森森然地凑近了我。啪的一声，手机滑落在茶几上，在寂静的客厅中尤为刺耳。我手忙脚乱地去捡手机，男友却先我一步将它握在手里，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：打开。我吓得汗毛都立了起来，颤抖着解了锁。男友检查了评论内容，确实无异后，才把手机扔给我。我下意识地松了口气。不久，门外再次响起敲门声，男友戒备地从猫眼向外望，是刚才的外卖小哥。不好意思，刚刚还有2杯饮料忘记送来。他满脸陪笑地举起了手上的饮料。男友迟疑了几秒，这才打开房门。就在他要关门的瞬间，帽子叔叔突然冲了进来。我在给商家差评前，先快速给骑手打了赏110元。我只能赌外卖小哥能看懂我的求救信号。最初小哥只是茫然，直到他联想到我挤眉弄眼的画面，才意识到我遇到了危险，所以果断报了警。如果你的前任总在半夜给你发消息，你会回复吗？我想你了。深夜，一条不合时宜的短信让我猝不及防，因为是陌生号码，我以为只是有人发错了消息，直到第2条、第3条接踵而来。你就这么离开我了？你怎么这么狠心？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，突然回忆起曾经被某个人支配的恐惧，脊背瞬间冰凉。这语气和说的话不是别人，肯定是前男友。可这是我刚换的手机号，他怎么会知道的？我的手心渗出冷汗，不想和他再有任何瓜葛，我自然没有回复信息。隔天我问了身边的闺蜜，奇怪的是，她们一口咬定从来没有把我的新手机号透露给她。然而在此期间，那个号码一直频繁给我发来信息，我希望可以看到你，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你。她不停地卖惨，诉说着对我的想念，可我却没有一丝感动，心里只有厌烦。直到有一天夜里，短信的提示音再次响起，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，我要去找你。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，他又在发什么疯？不会真的找过来吧？我的心跳骤然加快，但随即又安慰自己，我已经搬了新家，他应该不会找到我。可猛然间，我又想到了，他都能设法找到我的新手机号，难道会找不到我的新住址吗？一想到那个男人随时都会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我的手脚冰凉，神经绷得特别紧。我赶紧跳下床，将门窗全部反锁，然后瑟瑟发抖地躲在被窝里。可我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紧紧盯着我。那晚我一夜未眠。第2天一早，我立即行动起来，在我家门口和房间都安了监控，我还准备了防狼喷雾，把报警电话也设置为紧急联系人。尽管一切准备就绪，可我的心里还是很不安，整个人笼罩在恐惧的阴影里，生怕我开门回家时，那个男人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。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，可自从那条消息之后，他却再也没有了音讯。转眼来到了我的生日，几个好友来家里给我庆生。在我喝的微醺时，我再次收到了一条信息，我今天很想你，要是你在身边就好了。我知道你不会回复我的信息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没有任何人比我更爱你。愉悦的心情被前男友恶心了一把，瞬间变得很糟糕。然而他接下来的一条消息更是让我火冒三丈。你不理我也没关系，我去找你。想到前段时间的提心吊胆，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，我咬牙切齿地回复道：那你来呀。消息刚发送，那个男人立即有了回应：真的是你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第2天，当我醒来打开手机时，瞬间傻眼了。那个陌生号码竟然给我打了20通电话，我心里慌张不已，颤抖地翻着昨晚的信息，他只发了2个字：等我。我吓得吞了吞口水，为昨晚的口嗨后悔不已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声突然响起，我的汗毛瞬间立了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挪到了门口。门外竟然站着2个帽子叔叔，我迟疑了一下，打开房门。你好，请问你认识赵子路吗？帽子叔叔神情凝重地问。我仔细想了想，然后摇了摇头。帽子叔叔没说话，却很严肃地看着我的脸。我有些紧张地问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在帽子叔叔的讲述下，我这才知道了整个事情的始末。原来和我发消息的那个人并不是我前男友，而是这个叫赵子路的男生。他的女友前段时间因意外过世了，而他一直在失去女友的情绪中未曾走出来。于是赵子路经常给女友号码发消息，诉说心中无尽的想念，之前一直没有得到回应。直到我沿用了这个号码，阴差阳错下回复了他的消息，他又惊又喜，尝试着拨通号码，结果都失败了。那条信息险些成了催命符，
差点害得赵子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幸好他及时被救了下来，可我依旧心有余悸。即市发生恶性杀人案，凶手在逃中，请市民关好门窗，不要外出。泡澡时，手机突然弹出了一条消息。当我还没有消化完这条消息时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。你好，物业检查门窗。我泡在浴缸的身体一僵，我们小区根本没有物业呀。我并没有回复，急忙穿好衣服，谨慎起见，我趴在了猫眼处。门外是一个戴着口罩的保安，正埋头在本子上写着什么。我心中的恐惧逐渐升温，回想起半年前业主们和物业的争执，现在突然上门来检查，这太奇怪了。正在我犹豫时，猫眼外突然一片漆黑，是楼道里的灯熄了吗？但通常情况下，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灯应该还会亮着。这时，一阵微弱却清晰的呼吸声透过门缝传来，刺入我的耳中，让我全身的毛发都竖立了起来。恐怖的认知在我脑海中闪现，这不是楼道的灯坏了，而是有人把脸紧贴在我的猫眼上。我捂着嘴，强忍着惊叫，任由恐惧在心头蔓延。此刻，我不敢有任何大动作，更不能发出任何声响。随后那人又用耳朵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，见我屋内实在没动静，便转身去敲了对面的房门。你好，物业检查门窗。他的声音回荡在空落落的楼梯间。我是501，对面是502，住着一个单身宅男，30来岁，可能是个 IT 工作者或游戏主播。他总是默默无闻，看起来有些社恐，可能跟我一样是个 I 人。保安又敲了几下门，没一会儿，一个穿着睡衣、头发凌乱的男人就开了门。两人在门口说了什么，随后物业就被对面小哥领进了门。砰的一声，房门关上，楼道又恢复了宁静。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，难道这个保安真的是物业派来的？我翻看着业主群，寻找可能错过的消息，但群里静悄悄的，也没有任何通知，这不禁还是让我感到一阵不安。这时，手机提示有人添加我的好友，是502，消息备注是：你好，我是住在你对面502的，请问晚上有物业去你家检查门窗吗？什么情况？物业刚进他家，他却在问我。我迟疑着，并没有通过好友请求，转而发消息给楼下的401的女大学生，因为之前拿错快递有点小误会，所以我们才加了好友。妹妹，我想问下，今晚有物业上门检查门窗吗？我握着手机，有些紧张地等待着对方的回复。下一秒，手机震动了2下，是401发来的消息。有的，刚检查完不久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看来是被今天的新闻影响，有一点被害妄想症。我苦笑着揉了揉头，眼睛再次扫到手机里的消息。这一眼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。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墙面上的钟，10点30，物业进去502将近20分钟了，检查门窗需要这么久吗？我忍不住又给401发了条消息，物业检查门窗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呢？大约半小时。简短的5个字，看得我心里直发慌。我终于发现哪里不对劲了，颤抖着手翻找着之前的聊天记录。401的妹妹是个表情包控，可这次的2条信息简短干练，不仅没有表情包，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。与此同时，楼道里突然传来开门声，我赶紧趴到门口一看，物业的人出来了。他把门关上，在本子上记录了几笔，然后转身离开。紧接着传来电梯开门又关门的声音。我赶紧看了看时间，10点35，物业从进去到出来总共29分钟，和401说的差不多。难不成真是我想多了？楼道的灯再次熄灭，周围陷入一片黑暗。我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确认无异状后，终是松了一口气。夜晚的小区很安静，只有偶尔的猫叫声，但想到晚上弹出的新闻，我瞌睡全无。我端着牛奶坐在阳台，我记得单元门口是道铁门，出入需刷卡，而且铁门开关的声音很大。可我坐在阳台许久都没听到关门的声音，难道物业的人还没走？据我所知，6楼是没住人的，且就算他从6楼敲一圈门再下到1楼，也花不了多长时间。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，那名自称是物业的男子还在我们这栋楼里。这时401的妹妹又发来消息，抱歉啊小姐姐，刚刚我在涂指甲油，没法拿手机，是我男朋友回的消息。这次有标点符号，有表情包，还没等我回复，他又继续发，小姐姐你看到今天的新闻了吗？好吓人，还好我们小区有物业的人上门检查门窗。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，我们小区换了新物业，1楼的王叔就是物业队长。原来是1楼的王叔，那他不出单元楼就很正常了。我到底在想什么？我回复谢谢你啊，太晚了，快睡觉吧。群里最后一条消息是王叔早上发的，他早上8点的时候在群里发了今日天气预报，他温馨提示晚上会有雷雨，让我们记得收楼顶的衣服。鬼使神差，我点开王叔头像，申请加他好友，没想到他居然秒通过。你好王叔，我是楼上的邻居，我想问下今天晚上物业组织上门检查了吗？王叔也很快回复，对的，物业临时组织上门检查，你现在在家吧？那你有去过401吗？我帮他拿了快递，可现在又联系不上他，那他没在家吧？我刚刚敲门也没开，你现在是不是在家？我这会儿就上来，
收到这条消息，我的手机差点掉到地上。王叔怎么说401不在家？可401明明说王叔已经去过他家了，一个说去过，一个说没去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见我没有回，他又继续发：你是住在501吧？你在不在家？怀疑有杀人犯混入了我们这栋楼，他似乎已经盯上我了。你是住在501吧？你在不在家？见我没回，王叔急急忙忙弹了我2个视频，我没有接受。印象里王叔是个有些慢性子的人，可从他刚才的字里行间里，无不透露着一股急切和压迫感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直接回复：对不起王叔，我今天不在家。消息发出去后，王叔那边再也没了回应，总感觉王叔有些不对劲，但我也说不上来。我目前能做的就是提醒邻居们小心那个杀人犯。我在群里发了一个红包。这栋楼里，1楼只住了王叔一家，2楼没住人。301是位养狗的小姐姐，担心扰民，每晚出去遛狗。401是刚念大2的妹妹和她男朋友。402是个热心肠的男子，叫小赵。5楼就是我和对面那个比较宅的男子。6楼未住人。眼看红包已经发出去5分钟了，一个领红包的人都没有，我有些焦急，看了眼时间，马上11点半了。想了想，我还是把业主群里的几个邻居都加了一遍好友，可都没有回应。301的小姐姐这个点应该要遛狗回来了吧？我焦虑地站在窗户边往外望，天空突然划过一道闪电，紧接着响起轰隆隆的雷声，随后豆大的雨滴开始砸落下来。或许301看到了天气预报，所以今晚没有下去遛狗，他很有可能已经睡觉了。我松了口气。下一秒，我的微信响了，又是502发来的好友邀请。你好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你觉得今晚是不是有点不对劲？他的话让我瞌睡彻底没了，汗毛直立。502，他也发现了异常，我赶紧通过了他的好友请求。然后问他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今晚有听到3楼的狗叫吗？对哦，我才想起来，301的小狗生性活泼，所以经常半夜听到狗的叫声，这么大的雷声它肯定会狂叫。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今晚确实没听到它的声音，会不会是睡着了？刚才那么大雷和闪电，狗的耳朵很灵敏的，那雷声早该把它吵醒了。所以你是什么意思？他那边显示消息正在输入，许久发过来一句，可能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听他这么说，我汗毛直立。我想的那个意思，3楼的狗狗它，难道我们这栋楼真的进杀人犯了？又是一道闪电划过，接着是一阵巨大的雷声。雷声过后，紧闭着的窗户中隐约传来2声狗叫，看来又是虚惊一场。我擦了把额头的冷汗。你听，3楼的狗叫了，可能是最开始的雷，没把它吵醒。这会儿它醒了，听到了，但你还是小心一点。我总觉得今晚不对劲，你检查好门窗关好没？我再观察下，有事跟你联系。好，我回复他。我瞅了眼门口，门是关好了，但还可以更结实一些。我悄悄把桌子挪到门口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呻吟声，有人在我门口。救命！我赶忙透过猫眼看去，可门外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吓得赶紧给502发消息，我家门口有个人，可我看不见，你家那个位置能帮我看看吗？我吓坏了，打字的手都在颤抖。过了许久，他回我了，确实有一个人趴在你门下，他手上还拿着刀。我从我家猫眼看对面502，除了一团漆黑和一点绿光外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楼道里这么黑，他怎么会看得如此清晰？是王叔吗？没看清楚，我马上报警。你躲进卧室不要出来，把房间门反锁好。我按502的提示刚往后迈了一步，门口突然响起猛烈的砸门声，每一次大力的敲打都像是砸在我心上，我的心咚咚直跳。他到底是谁？怀疑有杀人犯混入了我们这栋楼，而他此刻正在疯狂砸我家的门。楼道的声控灯伴随着砸门声也亮了起来，可我不敢往外看。就在这时，402的小伙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激动的手都在颤抖。终于有人回复我了，便赶忙将今晚的情况大致跟他说了一下，让他别出门，小心一点。402的小赵年纪不大，25、26的样子，平时会晨跑和健身，是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。这下即使是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，胜算也大了些。我还告诉他，在我门口的人可能是王叔，我让他千万别出门，只要不出门，等警察来，我们就没事了。可402却慢悠悠回复我一条：什么王叔？他刚刚不是还来我家检查门窗吗？我上来看看。502说门口那人手上是有刀的呀。我怕402上来受到伤害，连忙阻止。哥，别上来，他有刀，你去看看新闻，今晚麻集市发生凶杀案了，凶手到现在还没抓到，很有可能就是门口那人啊。那有点刺激，这不是行走的1等功吗？你放心妹子，我练过的，他有刀，我也有啊，我还正当防卫呢。你别怕，你刚刚不是说502也在家吗？你让他帮我吸引一下注意，我绝对能制服他。
平时只觉得402的小赵是个精神小伙，没想到脑子确实挺神经。这种时候，他居然想着上来单挑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脑回路不太正常的人？你别上来添乱了哥，他现在的目标是我呢，你就在家待着，你别等会儿把自己给搭进去了。可那边再也没了回应，这小子不会已经收拾东西上来了吧？我赶紧将这件事告诉502，502同我一样，气得连发3个问号。门口的砸门声还在继续，知道有人要上来后，我好像也没那么害怕了，便大着胆子往猫眼方向看去，可没想到竟然不是王叔。门外的人头发凌乱，浑身上下都是血，他是楼下401妹妹的男朋友小斌，他的手上确实拿着一把刀，通红的眼睛一直瞪着我家门的方向，楼道里的灯随着他的动作忽明忽暗，画面看起来很是诡异。在我印象中，小斌是个斯文的男生，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？他身上的那些血是楼下妹妹的吗？难道他就是那个杀人狂？那之前说要上来找我的王叔又去了哪里？就在我胡思乱想时，电梯叮的一声停在了5楼。402的大哥不会神经到直接坐电梯上来的吧？门口的砸门声猛地停了下来，我再次透过猫眼看去，只见小斌慢慢靠近了电梯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里面却一个人也没有。就在这时，小斌背后突然窜出一个人影，猛地一脚踢向浑身是血的小斌，两个人迅速扭打在一起。原本说好帮忙的502迟迟没有开门，我担心402会有危险，慌乱地拨打了报警电话，问帽子叔叔为什么还没有来。不好意思女士，之前我们并没有接到马吉小区的报警电话。502并没有报警，他为什么要说谎？等等，我猛然想起小斌敲我门的眼神，他的眼神不是暴怒，不是杀红了眼，似乎是害怕。他在害怕什么？我看到他们扭打后被扔在了一边的东西，是那把刀。我看得并不清晰，可502究竟是怎么在一片漆黑中看到小斌手里拿着这把小刀的？就在这时，楼梯间闪过一个人影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502。他不是在家里吗？瞬间，整件事变得清晰起来。王叔半夜收到消息说麻吉市发生恶性杀人案，凶手没抓到，所以接到通知要连夜检查小区内业主的门窗。他是从楼下往楼上开始检查的。最开始他确实检查过301、401、402，然后来到了我家。因为我在洗澡，加上心理恐惧，就没有给他开门。于是他去了502。进入502后，王叔意外地发现对方就是杀人狂，所以被残忍杀害。而后走出来的那个人其实是换上安保衣服的502，他直接去了401。小斌也是在慌乱之中逃到了我门口。我猛地冲出房门，大喊道：“我们都被骗了，502才是凶手！”声音一出，在他们都愣在原地的片刻，我趁机将手中的辣椒水直接喷向了502。就在502看不清的时候，402和小斌也缓过神来，跑上前将502制服。没过多久，帽子叔叔就赶了过来。看到帽子叔叔，想到这一晚的惊心动魄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我居然被绑架了！手脚传来的疼痛感让我突然清醒了过来。我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个陌生的房间，又臭又脏，斑驳泛黄的墙面上有许多暗红色的血迹。我吞了吞口水，下意识的想要站起来逃跑，却发现我的手脚都被绳子死死的捆住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一片卫生巾。哎呦喂，快看看这个小瞎子，大姨妈来了！要不要我帮帮你？其中一个男人不怀好意，满脸狞笑的去扯盲女的裙子，盲女无助极了，不停的闪躲，因为身体的缺陷，好几次差点跌倒，嘴上不停的哀求着：“别碰我，别碰我！”这一幕让我怒火中烧，冲过去打掉了男人，拉着盲女的手，站在了盲女身前。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欺负一个小姑娘，还要不要脸？听到我的声音，盲女摸索着握住了我的胳膊，手心中全是冷汗。看着她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心生怜悯，恶狠狠地盯着那两个恶心的男人。你们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！我举起了手中的手机，两人不服气的冷哼一声，随即便转头离开了。姐姐，你能带我去卫生间换个卫生巾吗？我没带。盲女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已经安全，带着哭腔说道：“别怕，我带你去。”我扶着盲女向卫生间走去，盲女紧紧拽着我的手，生怕我会反悔一般。姐姐，你真是个好人。走进卫生间，我赶忙把包里的备用卫生巾递给了她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去换了！可是下一秒，盲女突然摘掉了眼镜，一脸诡异地瞪着眼睛看着我，眼里充满了戏谑和鄙夷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下意识地想转身逃跑，可刚走到门口，一条麻袋从天而降，紧接着我便失去了意识。我咽了口口水，惊慌地看向了四周，却发现周围还聚着好几个人，他们全都被绑着，表情漠然又带着些许绝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朝我走了过来，我拼命地冲他喊道：“你知不知道囚禁是犯法的？赶紧把我放了！”男人怪异地看了我一眼，抬手就是一耳光。抓回来的这些人属你最聒噪，
一会儿就割了你的舌头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周围传来了一阵细微的惊呼，还有低气声。我被打得头晕目眩，心里怕得要死，不敢再和他硬碰硬，只能放低姿态祈求说：放过我吧，求求你了！闭嘴！男人再次扬起了胳膊，我认怂地闭紧了嘴巴。男人见我瑟瑟发抖，狠狠地啐了一口，扬长而去。走了几步，他猛地停下来，对着房间里的人发狠：别耍花花肠子啊，要不然有你们好看！房间里的人满脸惊恐，身体下意识地往后挪，仿佛面对的不是人，而是魔鬼。男人离开后，我紧紧抱着自己哭泣着。唉，旁边传来了一声叹息。进来了这个地方，就别再想着出去了。我抬眼望去，一个满脸灰色的中年女人压低声音说：你们都是被拐来的吗？大家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。我也是因为好心帮孕妇拎东西，结果被骗了。中年女人愤愤不平：有个大爷跌倒了，我好心扶了一把，结果被他子女碰瓷儿，非得要去医院。我刚上车就被打晕了。我吓得脸色煞白，牙齿不停地打颤。他们要把我们送去哪里？年轻一点的送去缅甸诈骗，上了年纪的打断手脚，割了舌头，做乞丐行骗。中年女人的话让我头皮一阵阵发麻，这个鬼地方太恐怖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离开。我们得逃出去，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。我颤抖着说完，便挣扎着站了起来，费力挪到了门边，用力地压下了门把手，可是门怎么也打不开。你想出去吗？一道戏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我吓得愣在了原地，余光瞟向了身侧，只见一个男人面目狰狞地看着我，咚的一声，我被他重重地摔在了墙角。既然你这么不听话，那下一个就是你了。我眼神恍惚，突然感觉头皮一麻，他拽着我的头发便往外走去，我满脸泪水不停地小声求饶。一阵砸门声传了过来，我感觉到头皮一松，随即倒在了地上。恍惚间，我看到了一群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不许动！举起手来！善良是美好的品质，但不是坏人伤害你的帮凶。你可以善良，但要带着锋芒。我居然因为一件送错的快递，差点丢了性命。那晚我刚下班回家，门口就传来门铃声。您好，您的快递。我没多想，应了一声。啊，麻烦放门口吧，谢谢啊。待快递员走远后，我便开门把快递拿了进来，心想着应该是老公出差在外面给我买的特产。可仔细看了眼快递面单，上面的地址门牌号是对的，只不过他是隔壁撞的，收件人我更是完全不认识。好在面单上有他的联系方式，想了想，我便打了电话过去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对方是个温柔的男生。您好，我是 A 幢402的，您的快递送到我这里了。我与他说明了一遍事情经过。这应该是快递员粗心搞错了吧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就放在门口，我晚点去拿。我便直接应了下来，把快递放回了门口。隔天一早，我发现快递果然被取走了，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却没想到这一切只是个开始。之后没过几天，门口又出现一个快递。这怎么又是隔壁楼的快递啊？这快递员怎么回事啊？我虽然有些生气，但还是决定打电话给邻居。啊，又送错了，真不好意思，你方便帮我放到门岗吗？我看了一眼眼前的快递，这次的快递是一个比较大的箱子，看上去有点重量。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犹豫。家里有男人吗？这个快递有些重，你一个人应该搬不动吧？这个我确实搬不动。在他说了会自己来拿后，我便挂断了电话。没过一会儿，我就听到门外有悉悉嗦嗦的声音。出于好奇，我透过门眼往外望去，可却发现门外一片漆黑。我有些纳闷，就在我再次看去时，门外又恢复了正常。晚上和老公打电话聊起了这件事，他提醒我，如果再有下次，就直接打电话给快递公司，不要随便和对方联系了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第3次很快就来了，但这一次却是他主动给我打的电话。你好，你是叫于小莫吧？你有快递被送到我家了，你方便来拿吗？听完他的话，我有些尴尬。真不好意思啊，你方便帮我放在门岗吗？好吧。我微笑着向他道谢。取回来后看到确实是老公前些日子买的咖啡机到了。然而这件事之后又过了几天，我再次收到了一份寄错的快递。原本我想打给快递公司的，却没想到邻居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有份快递寄到你那里了？他的语气有些着急。对，是有一份你的快递在我这儿，要不我还放门口，晚上你来取。不，这份快递非常重要，你放在门口我怕丢了。要不这样，你把它拿回家，晚上下班后8点左右我去你家取，到时候你再放在门口。对方的态度诚恳，我想了想也不好拒绝。行吧，那我先把它拿回家吧。中途我还给老公打了个电话，听说别人要来我家取快递，他让我一定要记得把快递提前放门口。如果快的话，我晚上也能到家了。我点头应道。眼看着已经到了晚上，只不过时间还没到8点，门外就有了动静。
一阵门铃声响起，我吓了一跳，刚准备询问时，对方先开口了：“你好，我是你的邻居，我是来取快递的，今天下班早了些。”听到是他的声音，我心里却平静了不少，想着人家特地来取快递，我不开门好像也不合适，便拿起那份快递走到了门口。开门之前我犹豫了一下，把门轻轻地拉开一条缝，突然一只手伸了进来，我脑子嗡了一下，意识到不对，紧紧地拉住门把手，一张脸瞬间出现在我眼前，他长相凶恶丑陋，面目狰狞可怕，此时我害怕极了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你干嘛？你是谁呀？我壮着胆子喊道，他却对我毫不理睬，只是慢慢拉大了门缝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的力气根本抵不上人家，只能冲着屋内大喊：“老公，家里接人了，老公！”别费力气了，你家里没男人。他一脸邪笑地看着我，我最终还是没挣脱过他，眼睁睁看着他闯了进来。我看到他手里拿着尖刀，刚准备关上身后的门，这时门又被外面的人用力地拽开了。是老公，他回来了。他突然的出现让眼前的男人吓了一跳，并趁他不备夺下了他手中的刀，直接吓跑了他。我也终于安全了，我们赶忙报了警。待警方来了之后，赶去了 B 幢402，才发现这个屋子压根就没有人住。后来通过监控才发现，原来送错的快递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。这个人的快递是他自己放过来的，而我的快递也正是他取走的，根本不是快递公司送错了。还好老公及时赶回来，不然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